當貝佐斯開始算投資回報率的時候，你該擔心還是應該興奮呢？當全世界最會花錢的 CEO 突然開始盤算要不要還錢給股東的時候，這可能是你這輩子最後一次用3折價格買進亞馬遜的機會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那個曾經把每一分錢都砸進倉庫、機器人、雲端服務器，連股東抱怨20年不分紅都不眨眼的傑夫·貝佐斯，現在華爾街分析師正在打賭，2026年底亞馬遜可能會宣布歷史上第一次股票回購計劃。這就像你家那一個從小存錢買玩具、從不請客吃飯的摳門的朋友啊，突然有一天說：“兄弟，今晚我請客，米其林3星隨便點。”要麼他瘋了，要麼他真的是賺翻了。那答案呢，肯定是屬於後者。為什麼亞馬遜跑輸大盤反而是好事呢？這裡有個事實，過去5年呢，亞馬遜股價只漲了51.8%，而標普500指數漲了81.5%。如果你在2020年把钱平均分配給亞馬遜和指數基金，那現在你會後悔為什麼不全押指數。但是這恰恰是今天最大的機會所在。讓我用一個比喻去解釋，你想象你有2個朋友都在創業，第一個朋友呢開了一家珍珠奶茶店，第2年呢就開始分紅給股東。第2個朋友呢搞了一家芯片設計公司，頭5年所有的利潤啊都砸進了这個研發，股東呢1毛錢都拿不到。5年後誰的公司更值錢呢？亞馬遜就是那個後者。過去5年啊，他把所有的現金流從這個355.7億美元暴增至這個1306.9億美元。但是股價漲幅卻遠遠的落後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市場只看到他花錢，沒有看到他在建造什麼。他建造的是一座價值2000億美元的未來訂單城堡。AWS 雲端業務那個被低估的印鈔機正在重啟。如果你不懂雲端運算，換種說法來說 ，AWS 亞馬遜雲端服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數字地主。奈飛要放影片，租 AWS 的服務器。OpenAI 要訓練 ChatGPT， 租 AWS 的 GPU 算力，連你我手機裡邊的 App，10個有8個底層都跑在 AWS 上。而現在呢，這個地主開始漲租金了，關鍵數據都可以看出來，訂單積壓達到了2000億美元，比去年同期暴增22%。那這代表什麼呢？代表客戶已經簽約承諾，未來一定會付這些錢，這是鐵板釘釘的未來收入。營業利潤呢，從33%跳升至34.6%。別小看這1.6個百分點，當你的營收規模是數百億美元的時候，每提升1%的利潤率，就是幾十億美元直接進口袋。上個季度成長率突破了20%，未來能夠維持30%到35%的年增速。更恐怖的是什麼呢？亞馬遜正在為這個 Anthropic 建設超過1吉瓦的運算產能。按照行業公式，1吉瓦等於每年30億美元營收，而亞馬遜計劃在2026年到2027年部署4到5吉瓦，你算算這是多少錢？120到150億美元的年度新增營收，這還只是 AI 這一塊蛋糕，不包括傳統雲端業務的自然增長。再一個就是自研芯片不聲不響的降維打擊。這裡有一個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啊，亞馬遜正在用自家的這個芯片幹掉英偉達。AWS 呢最近推出了2款芯片，一個是 Trainium 3。和 Graviton 5能讓運算成本直接砍掉30%到50%，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假設你開了一家餐廳，食材成本占營收的40%，突然有一天你找到了一個供貨商，能讓你的食材成本直接降1半，但是菜單的價格不變，你的利潤呢會發生什麼變化？對吧？爆炸性的增長。這就是為什麼分析師預測 AWS 的利潤率會從當前的34.6%回升至36%到38%。當你每年營收幾百億美元，3個百分點的利潤率提升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幾十億美元憑空冒出來。而這些芯片，競爭對手微軟、谷歌現在都還在跟英偉達排隊買貨呢。100萬台機器人的沉默革命，讓我們一起來想象一個畫面：此時此刻，亞馬遜的倉庫裡邊有100萬台機器人正在搬貨、打包、分揀，聽起來很像科幻小說，對吧？但這就是2026年的一個現實。更誇張的是，亞馬遜機器人的增速顯著快於員工增速，這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它的物流成本正在以一種不可见的方式被壓縮。你可能會說，這跟我的投資有什麼關係呢？關係大了。亞馬遜的零售業務利潤率極低，只有個位數，但當機器人代替人力，每節省1%的成本，利潤率就能多擠出1個百分點。
而當零售業業務利潤從3%升到6%，配合高利潤的廣告和訂閱業務，整體利潤率就會發生質變。這就是為什麼貝佐斯現在底氣十足，錢開始真正流進來了，不再是只有賬面好看。現在讓我們換個話題，聊一家你可能沒有聽過，但是可能會改變你工作方式的公司。那這家公司呢，高風險高收益。這家公司的股價從高點跌了70%到80%，市場認為它死定了。但是我要告訴你，這可能是一場被嚴重誤判的豪賭。先說说它是幹什麼的，它做的是機器人流程自動化。想象你是这個公司的財務人員，每天要從這個50個 Excel 表格裡邊複製數據，貼到 ERP 系統裡邊，再生成報表。這種機械重複的工作 ，UI 寶的軟件機器人可以自動幫你完成。更高的工作時長，更低的出錯率，用工成本就會變得更低。那過去10年了，這類技術只能處理規則明確的任務，比如把 A 段數字複製到 B 系統。但是現在呢，生成式 AI 來了，遊戲規則呢徹底改變了。這裡有一個關鍵市場以為 AI 會取代 UI 寶，但是實際上呢 ，AI 反而擴大了 UI 寶的市場規模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傳統的 RPA 只能自動化20%到30%的企業流程，但是當你把這個 ChatGPT、Cloud 這類大語言模型整合進來，可自動化的範圍直接跳升到了70%到80%。UI 寶最新的這個智能編排系統就是幹這個的，它像一個總指揮，動態分配任務，簡單的交給傳統機器人，複雜的交給 AI 代理。那舉個例子舊的方式就是機器人只能處理把發票金額填進系統，新的方式是 AI 先讀懂發票內容，即使格式呢亂七八糟，判斷呢是否有異常，然後自動發郵件給供貨商確認，然後才讓機器人填數據。這不僅僅是改良了，我認為這是物種進化了。數字呢會說話，從快死了到起死回生。让我們看看UI 寶最近的這個財報數據，年化經常性收入規模18億美元，成長率11%。最新一季新增 ARR 達6000萬美元，幾乎是前2季的2倍。那下一季指引新增 ARR 6200到6700萬美元，延續成長動能。更關鍵的是，公司從虧損轉為盈利，而且成本結構穩定，開始展現運營槓桿。市場共識認為11%的 ARR 成長率代表這是一家成熟公司，但看漲的觀點認為 AI 轉型剛剛開啟全新市場，實際成長潛力可能高達20%。這是一場變體觀點，所以我說這是一場賭局嘛。如果你相信 AI 編排層會成為企業的必需品，就像當年的這個 ERP 系統，UI 寶能成功從省錢工具升級為戰略平台，數萬既有客戶會增購 AI 功能，那當前股價可能是5年內100%到200%回報的一個起點。但如果銷售團隊執行失敗， AI 顛覆傳統 RPA， 或者是管理層講不出新的故事，你可能會血本無歸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是賭局，高風險，但是潛在的也是高回報。兩個目標，兩種人生。最後讓我總結一下這兩個投資機會的本質差異。亞馬遜確定性的價值重估，適合誰呢？適合想要穩健的增長，不喜歡過度波動，相信科技巨頭長期價值的投資者。核心的邏輯是 AWS 業務再加速，加上利潤率擴張，加上可能的股票回購，就等於估值倍數的一個修復。風險呢就是相對較低，畢竟這是市值2.5兆美元的一個巨獸。2026年是關鍵的轉折年，催化劑呢非常的明確。PATH 呢高風險，典型轉移賭注，適合誰呢？適合承受高波動，相信 AI 會重塑企業的軟件，願意等待2到3年驗證的投資者。核心的邏輯是 AI 擴大市場規模，加上既有的客戶基礎，加上創辦人回歸執行。風險呢極高，股價已經跌了80%，但是未來仍然是不確定。需要持續觀察未來3到4個季度的財報，催化劑呢非常的模糊。我想用一個問題結束今天的分析：當亞馬遜的 AWS 業務以每年120到150億美元的速度新增營收，當 UI 寶的 AI 編排系統開始滲透進數萬家企業，當機器人和算法重塑整個商業世界，你是要站在岸邊觀望，還是要提前買好船票？投資從來不是等確定了再進場。因為等到所有人都確定的時候價格早就飛上天了。2026年可能是這10年最關鍵的一年，亞馬遜的營運槓桿開始展現 ，UI 寶的 AI 轉型進入驗證期，而你此刻的決策可能會在5年後決定你的資產負債表長什麼樣子。財富永遠屬於那些敢於在霧中行走、提前做好功課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，我是老林，我們下期再見。
拜拜。